通知廚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通少。今日我會同大家介紹一下港式嘅街頭小食魚肉生菜。我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屋企製作魚滑嘅步驟同埋心得。另外，我亦都會介紹一個秘製嘅湯底，令到成個魚肉生菜嘅味道升華好幾倍㗎。首先同大家講解下點樣自己整魚滑先。冇興趣整嘅話，可以直接跳過呢一步，用街外買嗰啲魚滑去做都得嘅。將呢一隻指定嘅急凍魚柳，預先1日喺4度嘅雪櫃解好凍。呢啲急凍魚柳解好凍之後，係特別濕、特別多水嘅，所以咧要用少少時間，用廚房紙將佢抹到乾身。抹乾身嘅魚柳就將佢切成一件件，如果可以嘅話，盡量將啲魚柳切成幼細一啲就更加好啦。切好件嘅魚柳就用一把刀，好似剁肉餅咁樣將佢剁成魚蓉。所以如果頭先你切得幼細啲嘅話，剁嘅時候就會輕鬆一啲。另外你亦都可以將佢放落去食物處理器入邊，將佢直接攪成魚蓉，就更加方便快捷啦。剁好咗之後就不妨揼佢幾下，你可以見到完全冇魚肉跌出嚟噶啦，所有嘅魚肉都黐埋晒一齊，一個魚滑嘅雛形已經完成啦。將頭先剁好咗黐埋一齊嘅魚蓉，我哋就加指定份量嘅調味料落去，將佢攪勻。我就會用一部廚師機幫手，唔單止幫我將啲調味料混合好，而且呢，佢會繼續幫我打啲魚蓉，令到佢產生更多嘅黏性出嚟。如果大家冇廚師機嘅話，係可以改用人手去做嘅。就咁樣將啲魚蓉放喺一個碗度，加入調味料之後，再用手搓佢，都會達到同樣嘅效果嘅。喺我加粉同埋加水之前，俾大家睇一睇啲魚滑嘅狀態。大家一定要用手或者用機，將啲魚肉打到佢起晒膠，好似而家咁樣。如果未起膠就加水落去嘅話，啲魚肉好容易會沖散晒。然後就將指定份量嘅水分開2至3次加落喺啲魚滑入邊。每次加完水之後，都要耐心啲將啲魚肉同水攪勻，等啲魚肉吸收晒所有嘅水分先好再加水落去。飲飽水嘅魚蓉，你可以見到佢仍然非常之有黏性，完全冇散開到㗎。咁嘅狀態就啱啦。我哋呢個時候就可以加埋指定份量嘅粉落去。然後就將啲魚蓉同埋啲粉好好咁樣將佢完全混合，最後呢啲魚滑搞到咁嘅狀態呢，就完成㗎啦。喺外國嘅朋友呢，真係不妨試下自己整魚滑。自己整嘅話真係真材實料，唔會話粉多過魚肉㗎，而且唔係好難做，只不過用多你少少時間。整好嘅魚滑可以放喺100度嘅熱水入邊測試佢一下。煮熟咗嘅魚滑如果冇散開成粒魚蛋咁嘅樣，咁就恭喜你啦！你嘅魚滑 BB 順產啊！整好嘅魚滑可以放喺一個乾淨嘅器皿入邊，再放喺4度嘅雪櫃儲存，可以儲存1個星期左右。除咗頭先嗰隻魚同埋鯪魚做到魚滑之外，我自己試過其他幾隻唔同嘅魚都做唔到魚滑出嚟嘅。好似而家你見到我用 codfish 去做嘅話，係做唔到嘅。三文魚我試過，效果都唔係太理想。無論我用咩方法或者用咩機器去做都好，呢啲魚肉冇辦法產生足夠嘅黏性，令到佢哋可以黐埋一齊成為魚蓉。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就算我用手捏實佢都好，啲
魚肉都係冇辦法可以黐埋一齊。而去整魚肉生菜嘅話，材料非常之簡單。咁主要嘅材料魚滑就已經做好啦。而家我哋就準備埋另一個材料，就係呢一個玻璃生菜啦。將啲生菜去咗佢嘅根部，洗乾淨之後，就將佢啲葉搭埋，切成生菜絲就可以放埋邊備用噶啦。而個湯底做法非常之簡單，喺個煲入邊先加入指定份量嘅清雞湯同埋清水落去，再用大火將佢煲滾。想個湯底好味啲嘅話，當然就要加啲芫茜蔥落去啦。另外亦都要加啲胡椒粉，中意胡椒粉唔怕辣嘅話，亦都可以落多啲。如果想令到個湯底嘅味道推高到另一個層次嘅話，我絕對建議大家用冬菜。將啲冬菜洗乾淨，隔乾水之後就可以放落個湯底度用噶啦。如果大家唔怕麻煩嘅話，將啲蝦滑剁好，放落去啲魚滑入邊撈勻佢，食落去會更加爽口，更加好食。呢個我絕對誠意推薦大家去做，真係好食好多噶。至於個蝦滑嘅做法，放心，我放咗喺文字食譜度，有興趣嘅話，大家可以去睇一睇，參考一下。啲湯滾起咗之後，我哋就將啲魚滑平均咁樣用支匙羹分成細細份。要煮幾多魚滑呢？就隨你自己喜歡啦。魚滑放喺熱湯入邊煮3到4分鐘就熟噶啦。食剩嘅魚滑可以繼續放返喺雪櫃嗰度儲存，唔一定要一次過煮晒佢噶。生菜我唔會建議大家拎去煮，就咁放喺個碗入邊，用啲熱湯淋落去，一樣可以煮熟啲生菜，而且可以保持佢翠綠同埋爽口。將煮好嘅魚滑鋪上喺生菜上邊，再加啲煲到滾熱辣嘅上湯落去，最後一定要加埋麻油落去，咁一碗十全十美、超級好味道嘅魚肉生菜就煮好啦！哇！魚滑自己親手做，絕對係真材實料，再加埋我呢個升級版嘅做法同埋湯底，你出街都絕對食唔到咁好食嘅魚肉生菜啊！大家有興趣嘅話，記得一定要試下。要做好個魚滑嘅話，你嘅魚一定要用得啱。用啲唔啱嘅魚去做嘅話，無論你點打點剁都好，都係起唔到膠嘅。個湯底想惹味啲，而又唔想加冬菜嘅話，你可以考慮加啲蝦米仔落去，又或者加啲大地魚粉落去，一樣會咁好食噶。材料正確嘅份量、食材嘅牌子同埋相片都可以去我文字食譜嗰度揾到。喺呢條片嘅煙火就有呢個食譜嘅連結提供俾你去參考噶啦。通知廚房嘅專屬網頁仲有更多免費嘅影片同食譜分享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要俾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，仲要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。咁我新片一出，先可以通知到你㗎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